Hello，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一台很特别的这个相机就是在我身边的这台 SmartFlex。这台相机呢是深圳那边我们的通哥这是在2年前开始研发，然后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呢，它开始上市销售。那么最近呢，它也把这个版本的5:7和8:10的这个版本呢，也开始上架销售了。上架以后，特别是在美国那边大受欢迎。然后上次11月份的时候，我去专门拜访了通哥，然后他热情的给我接待，介绍了这台相机的所有的东西，并让我上手尝试了一下，然后也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使用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说，哇，这台相机真的是比它外观所呈现的那种样子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不一般。所以呢，今天我在用了2个月之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这2个月以后的这个心情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相机的这个样子啊，它是一个立方体的一个结构，你很难把它和传统的这个4:5的这个座机呢相联系起来。那我们传统的这个轨道座机啊，它不管是双轨还是单轨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边是后背啊，这边是前组，当中是个皮腔做连接，然后呢，这边是有片夹作为这个拍摄的这个底片的这个位置。但是呢，SmartFlex 呢很不一样，它的原型呢是格拉菲的这个相机，它是可以支持机背取景，但同时呢，它也支持腰平取景。格拉菲当年在这个美国大为流行的，就是因为它是很方便的，可以手持快速进行拍摄。当135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那这个大画幅相机仍然是新闻记者的这个拍摄的工具啊，所以它的这个结构和我刚才的那个4:5的双轨这个座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逻辑。我在当时看到的时候呢，就想哇，这么大一台相机，看上去方方笨笨的，它怎么进行这个手持拍摄？但实际上，当我拿到这台相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很轻。它可以轻到你足够手持拍摄，跟它的这个外观的这种笨重呢，成截然相反的这个效果。OK， 它拍摄的时候呢，它双手手持，这边有一个类似握把的一个机构，你可以双手手持，然后这边腰平这个对焦的这个机构呢是在这边有一个旋钮。这台4:5呢，它有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快门机构，它是一个焦平面的帘幕快门。我们把这个后背给拆掉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帘幕。当我们进行复位，然后进行这个调整好它的快门的这个速度了以后呢，我们在这边按下快门，你就会看到，快门的这个帘幕它是如何运作的啊。这个快门机构呢，其实需要有个适应的这个过程啊，就因为我没有用过格拉菲，最早的时候，通过在教我的时候呢，我总是会出错啊。它分为上下2个部分，下面这个部分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档位的选择，高速档和低速档，而这边呢，你会发现这边有 A、B、C、D 的这几个档位，然后呢，这边是一个复位键。这边是个复位键，然后这个呢是档位调整和控制的这个旋钮，你可以从 A 选择到 D， 你也可以选择 T 档。然后如果你拧过头了呢，这边有一个退档的这个键，退档一退，那么就从 B 变成了 A 从 A 变成了 T。至于 A、B、C、D 和这个 H 和 Low 的这个组合呢，这边是有一张表，你通过这张表呢，你可以知道，比如说2/100秒是选择在这边的 B 和下面的 H 这样的这个组合，我就可以达到2/100秒的这么一个档位。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你操作惯了以后呢，实际上还是蛮方便的啊，因为我们常用的快门的这个速度呢，也就是这么几个档位。所以呢，可能在下一个版本呢，通哥会把它变成一个电子的直接拧速度的这么一个电子快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方便了很多。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镜头啊，这个镜头通哥自己他委托他的好朋友来设计制造的这么一个镜头，它这个焦段呢是178毫米 f2.5，但是注意哦。这个是一个大画幅的这个镜头
f2.5 在大画幅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光圈了。镀膜呢是禄来的 HRT， 叫 HRT 镀膜吧。我不得不说一下这台相机的这个使用体验啊。我们一般听到4:5呢，你就会想到三脚架，你就会想到皮枪，你就会想到复杂的这个动作缓慢的这个拍摄。4:5非常慢，它需要有一种仪式感，它需要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个过程，它有很多的环节，每一个环节出问题，它就会出问题。所以呢，这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他止步于大画幅之前，他不敢迈入大画幅门槛的这么一个道理。而这台从格拉菲相机身上迭代出来的这台 Smart Flex 呢，它改变了我对大画幅的这种刻板的这个印象。那现在呢，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呢，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手持去拍摄了。我们这边只要去首次测完光源以后，校准的这快门调整好了以后，你只要轻轻对焦对准了，我这边我就拍完了没有那种就是对完不要动哦我要插片夹，我要把刀慢再讲这个过程往往会大概持续当中有10几秒的时间，模特是不能动的，起码它不能前后动。但是这台相机呢，它没关系，它因为它当中的这个时间很慢，它相当于一台手动对焦的这个单反相机所以呢，基本上没有对模特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和困扰。也没有那么仪式感，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在镜头面前表现出他自己的这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后背呢，它实际上是支持很多的后背，它支持标准的这个4:5的这个后背，它也支持所有的6:12、6:9、6:7、6:6等等的所有的比它面积小的这个中画幅的这个后背。那更重要的是呢，它支持这个拍立得的这个后背，然后它直接拍上去插上去以后呢，拧紧。然后在里面放一块这个取景挡片的话，它就变成了一台拍立得的这个相机。我前面说了，它实际上是一个拍人非常快的这么一套系统。我拍人非常快，所以呢，它其实在拍立得的时候也同样的非常快，而且拍立得一键出片，用的是富士的 wide 的那张相纸。wide 是我现在最常用的那个相纸，然后我有自己的拍立得的这个相机这台拍立得这个500AF 的这台相机呢，是原厂 wide 相机里面最好的直接成像的相机。当然它后面还会推出那个什么 EVO 它是有内在的这个数字加工的功能，来迎合更潮流的年轻人的这个玩法。但是对于我们希望直接透过镜头生成图像的这么一个想法来说呢，它是一个最好的，因为它是自动对焦，然后带内闪，然后还有玻璃镜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拍下来呢，会发现用这台大家伙来拍的这个成像效果呢，要远远好于这些小相机、这些塑料小相机的拍摄效果。它有一个大画幅镜头，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光圈，通光量非常的大，要比这个原厂的那个相机呢要大很多很多。甚至我们试了一下，它最大光圈 2.5 的时候是几乎是很难对上焦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收到 F4 以后，我们去拍这个人像呢，会背后具有梦幻般的这个效果。我曾经给我的朋友去拍，我们当时是带了1盒4:5的底片，又带了2盒拍立得的这个相纸，结果拍完我发现我就完全没有心思去拍那个4:5的底片，我全部的精力全部投在了
拍立得的那个相纸上面，因为咔嚓一张，咔嚓一张，拍起来非常的愉悦。然后呢，我的朋友们他在拍完以后呢，他拿着这个拍立得这个相纸啊，他看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开心，慢慢的显露出来，然后看到上面有非常清晰的这个细节，有非常好看的这个颜色表现，有非常梦幻般的这个背景虚化效果，觉得哇天哪，怎么有这么漂亮的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它给到的巨大的这个情绪价值，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愉悦的这个拍摄的感受。那我们这边呢，顺便也要提一下这台相机，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结构和设计，因为它是从格拉菲过来的，所以它会出现一些作为非普通座机所可能产生的一些短板和问题。首先大家必须要理解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单反结构，它里面是有一块反光板的，所以呢，它可能就是对镜头啊，实际上它是有限制的。据通哥说呢，他这台相机，它虽然前面是可以换镜头，可以支持所有的带零哈弗版的这个大画幅镜头，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有焦段限制的，它不能太广，它的起始的这个焦段呢，大概是在165毫米，但它再长呢，它不能超过240毫米，也就是它在165到240毫米之间是它的这个工作范围。它配的这支178毫米的这支镜头呢，它拍人呢，它也只能拍到大半身和特写。所以呢，它的这台相机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专门用来拍半身人像和特写人像的。我后来拍了一组那个4:5的这个胶片啊，我们去看了一下，就是说它实际上，因为它这个结构是非常古老，边角的这个画质的放飞是非常夸张的啊，非常夸张。所以大家一定是要明白它的这台相机的用途。非常窄、非常细分、非常小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面，它可以做到手持快速的拍摄出梦幻般的这种效果的这种特性来。我个人是觉得说，与其让它去拍这个胶片啊，其实拍立得、宝丽来可能更好玩更有情绪价值，因为它不用等很久，它不用让模特等你把三脚架慢慢的架起来，他手提着。你就可以跑了，你就可以走来走去，你就可以游走在街头去做一些街拍的这个拍摄，非常快，非常好。最后总结一下通哥的这台相机呢，首先它是手持4:5，第二呢，它是只能拍近身人像，但是它在拍摄近身人像的这个领域里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你在取景的时候，特别它有那个2.5的那个大光圈在取景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哇塞，这就是这台相机给我带来的这2个月的这个初步的这个体验然后呢，通哥会跟我说，他说他后面还有很多的新的这个后备，很多新的玩法，然后让我敬请期待。OK， 那我也说，也希望通哥这台相机卖得越来越好，卖得越来越红火。那么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这台相机，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哈。OK，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么我也希望后面呢能够大家去多多关注 SmartFlex 它的产品，它的后续的这个进展能够给到通哥更多的这个支持，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拜拜。